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我们过去因为这个辛亥双十哦其实谈了许多有关从辛亥革命之后，再看到中国近代的相关的一些历史哦，也引起许多大家的讨论哦。历史能怎么样？历史有人说是可以开我们的智慧，可以了解人性哦。所以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常常我们也有机会把这些脉络的部分重新做梳理，所以那段历史的部分，我们觉得其实是可以让大家来了解。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后世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好来帮我们这个醍醐灌顶一下哦。来，明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所以我想请教老师哦，我们上次提到说当初北伐，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袁世凯死亡之后，因为中国产生一些大分裂，然后最终因为这种军阀各自的割裂之后，才产生了我们所谓的要北伐，要重新把这个中华民国再做一些重整，这些脉络的部分大家很有兴趣，大家觉得听得意犹未尽，老师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再做一下说明？是。那个，我记得我们上几次开了这个主题之后呢，大家都很感兴趣。那甚至就是有时候路上碰到一些年轻朋友呢，还跟我提起这件事情，我也非常惊讶。不过至少说明一件事，就是我们做的节目呢是有它的这个必要性，然后也很多人呢也都得到了一些这个跟过去不一样的见解。我们做这个事情的一个主要动机呢，其实真的是为了要揭发中共跟揭穿中共的很多谎言。中国我们说他们特别注重文宣，特别擅长文宣，然后也特别用文宣来洗脑。对他们来说，历史就洗脑的很重要一部分。当你不知道过去真正历史的时候，他可以为所欲为的随便他写，把它写成一贯正确。但我们都知道这并不是事实。所以我们本着这个精神呢，就希望说能够正本清源啊。我们基本精神就是说，不信青史尽成灰嘛。我们不是这样子吗？是。上次我们提到说这个讨袁，那其实讨袁，我们也讲到，我们说袁世凯死了之后呢，其实情况并没有像孙中山想的那样就天下太平了，因为国民党的力量呢不足以掌控全局，袁世凯力量还勉强可以掌控全局。当你把一个勉强可以掌控全局人把他打掉、打死了或削弱之后呢，那最后就是这个情况呢，反而会变得更加纷乱。所以这个军阀割据呢，到最极致的时候呢，就是军阀混战啊，这是第一个观察。那我们刚刚讲说，孙中山认识到说，当这个陷入军阀混战的时候呢，国民党的力量实在是很弱，他没有办法跟这军阀竞争，那怎么办呢？思前想后，只有一个选择。武力再统一，就我必须要打，那打的话就我必须要有自己武力。国民党原来的力量是非常弱的，它是渗透进新军里面去策反啊什么等等，所以严格说它没有自己的力量。你要这个武力统一的话，你就必须要有自己军队。简单说句，你刚刚说的，他必须要用武力去削平了军阀之后呢，重新统一呢，再去建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权。他做这件事情。这是我们政治学上一直在讲的公权力嘛？是，这中央政府呢，就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公权力的来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黄埔军校就应运而生了。是，那么也就是，如果说你要去武力统一，那你就要去想办法去统一，要有一个统一的工具。这统一工具就是一个军队或者军校。孙中山我们大家知道是广东人，他在北方是没有什么基础的。那不要说在北方了，他在黄河以南呢，在长江以南可能都没有太多基础。他的真正的基础呢，很勉强来说是广东。其实他也不是，第一他也不是举人进士出身，在社会上是原来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原来看他什么呢？中国人原来读书人看他呢叫乱臣贼子，今天很难想象，对不对？可当时真的是这样，因为当时我们讲过，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呢，是考秀才中举人，然后中进士。从进士，然后这个皇上授官，你去干个地方小官，然后一步步干啥？这叫正途嘛。孙中山是到国外去读书，然后是小留学生，回来呢就去行医，然后闹革命。在中国社会看的，虽然不是边缘人呢，但绝对不是一个社会层级很高的人。这么人出来搞这事情，大家觉得说你就是流寇，你就是这个土匪。结果现在这个流寇土匪竟然好像把这个政权推翻了，把原来的王朝推翻了，把正统推翻了，然后
你的大总统又做不下去，然后最后该袁世凯来干，然后你又把袁世凯推掉了，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个事情，大家一下，我们今天因为是我们今天对这个政治跟对这历史理解，我们有这种看法。当事人真的是我这种看法，他觉得说，哎，怎么搞了几千年的王朝，这样就没有了？然后呢，孙文呢搞了一下呢，他又做不了大总统了，然后又袁世凯来做了。袁世凯什么呢？袁世凯是满清时候的督军，他然后又是这个北洋的这个领袖什么，所以他是坐得住的。大家是这样认识的。我们讲到说，这个袁世凯被打倒之后呢，大家觉得说，哎，天下又乱了，那你现在怎么办呢？大家军阀混战。虽然按中国人的逻辑，中国人的历史逻辑就是军阀之间呢要拼出一个结果出来，对不对？大家会这样想。那你孙中山，我说他在北方是没有什么基础，他勉强了，只能说在这个广东有基础，所以回到广东去重新再来。今天我们看黄埔军校，觉得说哇，多么这个光辉灿烂，多么了不起。各位去看一下，要么去现场看一下，要么就是你若不能去的话，在网络上看一下图片就晓得了。黄埔军校的校门口很小的，黄埔军校的校门口比台湾现在有些小学的那个校门口还再小一点点。那其实真的是非常简陋。也就是说，孙中山跑到广东之后呢，其实是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容身之地的，很勉强在一个大家不太注意的小岛上面，勉强挨着边的住下来，找了块地方，然后募了点钱，然后希望说重新再来，所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不过话又说回来，说起来很困难的事情，说竟然被他做成了。我们大家这个对中国历史有点了解，都晓得说，中国历史呢向来是北方统一南方，南方统一北方的不太多啊。南方统一北方呢，一个朱元璋吧，这是比较难得的。然后太平天国试过，然后没有成功，所以孙中山这个呢，就或者说国民党的北伐呢，是历史上比较少有的成功的机会，所以这个坦白讲还不太容易呢。是，这个大家也很清楚。但谈到黄埔军校，我觉得对台湾的民众比较不陌生哦，因为小时候的电影那种黄埔军魂，然后哇，可歌可泣哦。在这过程当中，事实上也有非常多的这个重要的产生这些在军事上的让人敬佩敬仰哦。老师，这个黄埔军校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啦，在中国的这些历史里面，其实有非常多重要的人物，是不是老师也可以介绍一下？好，那我想还是先从黄埔讲起好了哈，因为人物比较多，我们将来有机会详细说。今天台湾很可惜啊，很多人很轻视中华民国国军，那基本上是出于政治的考量。那我觉得这种考量呢，其实坦白说不太公平，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在台湾去批评中华民国国军或是贬低国军地位呢，其实是用今天的政治正确去评估过去的政治正确，甚至去打压过去的政治正确，这实在是不是很公平的事情。但是黄埔子弟呢，也应该想想看，你应该怎么样保卫黄埔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其实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大来看，在全世界呢，大概2次大战前后都经过了一个非殖民跟反殖民的过程。也就是说，当我们不是讲过工业革命吗？当工业革命进到每一个国家或进逼到每一个国家的时候，它通常用什么面貌出现呢？请各位回想一下，用帝国主义面貌出现了。也就是说，是一个强大的邻国打进来，然后你发现你不如他了，你才要急起直追，所以这时候你才去工业化，才去现代化。那么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国家要去工业化、现代化的时候，不是很平顺进来的，是被邻国入侵，甚至几乎灭国情况下，你要痛定思痛说啊，我要去救国，我要去救亡图存。中国也是这样嘛，我们不是讲了吗？就是列强打进来了，所以我们要这样做。好，所以这个经验呢，在中国看来说是很痛苦的过程，没有错。可是如果你放大到全世界呢，在那段时间呢，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到20世纪上半叶呢，大概将近100年时间，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帝国主义国家全球扩张、全球殖民。中国讲的就是帝国主义打入中国，瓜分豆蔻。在拉丁美洲国家讲的是说新殖民主义扩张，然后压迫我们、欺侮我们。语言是不一样，但它描绘事情是一样的。我在说什么呢？我讲的就是
工业文明向非工业国家去扩散的过程，它过程非常丑陋，它是用帝国主义面貌去扩张的。所以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要救亡图存，就出现了很多革命党人跟革命军。好，那这个是这样出来的。那我们如果再仔细看的话，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话，第三世界的这些仁人志士，如果说他真的想要救国家民族，通常他组成革命党。而这个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党，它通常面对2大挑战。第一个是国内的，国内通常什么呢？通常是一个封建王朝或是一个封建王权，通常，但不是100%。国外什么呢？帝国主义，所以它面临了内外2大压力。这2大压力呢，都想消灭革命党。革命党是想救这个国家啊，不管是中国、土耳其、墨西哥，或者玻利维亚，或者秘鲁、巴西、智利等等，都是一样。故事完全相同，只是背景不同，然后敌人不同。好，所以革命党呢，不管哪一个国家都碰到这2大问题。既然碰到这2个问题，你要回击要工具，工具什么？党军。所以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党必须有党军，这几乎是跑不掉的。那么黄埔军校呢，就是第三世界中国的革命党的党军。这样理解就比较完整了。好，那大家说啊，这个也不一定啊，不是，一定是这样，因为如果没有党军的话，这个国家就非常惨。你看看有党军的土耳其，后来勉强这个把外国力量推翻了，然后呢，土耳其的民族复兴党或这个国族复兴党呢掌握政权，然后再让土耳其呢走向现代化。墨西哥有 RPI 也是这样的，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呢也有类似经验。所以没有革命党的国家最后更惨，有革命党的有党军的，哎，你看起来他军人干政了或什么，这爆发内战了，他反而解决了问题。对内呢推翻了王权，或者说就是架空了王权；对外呢他排除了帝国主义，或至少还能够抵抗帝国主义到一定程度。那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革命党或者革命党没有党军，会到什么情况？别国我不说了哈，中国呢？当时我们不是讲了吗？从北到南都是军阀嘛，从张作霖开始了，到阎锡山啦，到这个吴佩孚啦、孙传芳啦，什么等等，冯玉祥啦，然后南边的这些广东的陈炯明啦，广西的这些桂系啦，什么桂系啦、滇系等等，从大到小，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军阀林立。最后如果说没有革命党党军出来，那会怎么样？要么就军阀继续混战。要么就是强国入侵，而强国入侵会到什么时候呢？到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这些国家纷纷回到国家去打第1次世界大战，中国变成一个真空地方，最后怎么办？日本侵略，逻辑一定是这样子。所以中国会提前陷入对日战争。那甚至呢，如果英美再继续打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在那时候把中国就灭了。就那4年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有党军呢，是恰恰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而不是带来问题的时候。所以我前面讲，我说今天的人呢，用今天的政治正确去批评当时政治正确，只为不正确，这个才是最大的历史不正确。那么今天台湾很多人呢，不明白这个中国的历史，然后对国民党军队或对国军妄加批评呢，这是不公平的。但反过来说，我也得讲讲国民党。国民党滚滚诸公呢，不知道自己历史啊，没有能力辩护。简单说，因为失了根了。因为你不晓得历史，没有了根了，所以就没有了目标了。当你没有根、没有目标的时候，你对内对外都没有战斗力。这就是国民党今天最根本的问题。是，其实每次跟老师对谈，我觉得我都可以学习或思考很多。那当然，如果老师刚刚讲黄埔军校，其实早期这么你看门都还比国小还要小，这么小的这些黄埔军校，为什么后来可以集结这么大的力量？老实讲，真的我们从那些战功我们刚刚提到那些历史的脉络，那个影片我讲这种黄埔军文，老实说，我们持平讲不是拍假的，是真的好多可歌可泣的事，为什么呢？我先回应你前面的问题啊，你说那个黄埔军人哈，就黄埔那些战将，我们还没有机会详细讲，看将来是有机会专门做的这个题目。那你刚提到军队国家的话，倒给我灵感，我倒想说一下，
台湾呢是第3世界国家，在第2次大战之后才开始进行民主化，而且很有成就的一个地方。你不管称为国家也好，或什么也好，它至少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主权政体。它真的是完成了军队国家化。简单说呢，谁当总统上来都可以指挥这支军队，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不同党派、不同性别，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台湾到现在为止呢，没有陷入第3世界国家常常看到的困境，譬如说军事政变，对，就突然一个将军占领总统府了，对，啊，突然这什么北部卫戍师，然后就派了一支军队就占领总统府，然后过了这军事戒严1年之后呢，他脱下军装许愿去，就他当选总统了，没有看到这个。然后第三呢，没有军人干政，我不说一定不会有，但是台湾这几10年下来没有。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大家不要低估自己。所以这点我们还真的得从我常讲，我说，第一呢要懂历史，第二呢你要懂得比较政治。从这历史就是上下这样看，比较政治是横向看，也就纵横的这样看完之后呢，才晓得说我们到底成就有多高有多低，才会比较准确。好，现在回到你说黄埔军校这个成就啊，为什么会这么大成就？第一呢，黄埔有很强的理想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他这个提出这口号之后呢，号召全中国的青年。中国当时18省，我们现在回头看资料，有17个省都有人来报考黄埔军校，那细节可歌可泣了。然后更精彩就是他常常在军阀统治的地方，在这个杂志上跟在报纸上登广告招生。然后军阀没看见，居然就招生了。军阀看见把它禁掉之后，他还有办法宣传，然后招生成功。那第二点，第三点，那为什么他能有这理想主义呢？简单说，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题目呢，下回我们就还真的得好好谈一下。三民主义，孙中山自己说，主义呢是一种思想。当你对这种思想呢这个了解之后呢，产生信仰，有了信仰就产生力量。这个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三民主义在当时推出来之后呢，的确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东西，指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统一了思想而产生了力量。黄埔军校里面全部人读过三民主义，一部分后来更加相信共产主义，但至少在最早他们是相信三民主义而居在这里的，所以是很有力量的。当这支军队去北伐的时候，他面对的这军阀呢？军阀军队，孙传芳啦、吴佩孚啦、冯玉祥啦、阎锡山啦，乃至最后这些张作霖啦，都是他的2倍、3倍甚至5倍的这军队。但是，请各位注意看呢，北伐军呢，或者说国民革命军呢，在往北打的时候呢，最早出发的号称10万人，打到北京了，号称100万人。军队不是越打越少，军队越打越多，这不容易啊。为什么军队越打越多呢？简单说，军阀的军队很多，没有中心思想，所以面对一支有中心思想的这军队呢，它很难打的。我们大家都听说过嘛，你小时候读书有读过嘛？那些军阀孙传芳、吴佩孚说，我的军队呢是不怕死，这些国民革命军呢是不知死，所以我们打不过他们。很多地方说来回拉锯之后，国民革命军打赢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部分。再一个就是北伐军呢，当时有一个以国民党为核心的北伐军有个特色，在我看来啊，当时是国民党文宣最强的时候，国民党文宣非常成功，常常是军队没到那个地方呢，已经动起来了，已经开始响应了。比如说我要去打江西，我还没去进江西，我刚进江西，江西里面就纷纷起来响应，很多人起来说哦，我要去干什么，然后去推军阀啊，干什么？更多什么呢？地方上人呢自己组织起来，譬如说把外国人赶走，把租界抢回来，所以很多租界拿回来不是凭着外交手段拿的，凭的是办革命跟办战争手段拿回来的，但毕竟是帮民族拿回来了。所以黄埔为什么有这么大威力？我觉得核心的力量呢，
确实真的就是思想，就是三民主义。那这个部分呢，看我们是有机会再详细谈。这个我想真的是可以好好来谈。当然呢，回到这个孙中山很特别一个人，我就说，中共在纪念这个辛亥革命，然后就认为说孙中山是他们革命先烈很重要的角色。但从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些历史的脉络，联俄容共啦，后来的这些发生的许多的这些历史的事件断点。如果说今天我们谈到这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还是有点这个敌对对决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当你可以想象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他谢谢他的时候，我们这边就要说，那表示孙中山有做不好的部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而所谓的中华民国，或者是有人认为是中国的两个的分裂，那是不是应该有点要怪孙中山呢？从历史上来说，他不能说是没有责任的孙中山当时坦白说选择不多了，他自己很清楚国民党这个组织比较弱，因为他一手打造，他其实并不是很强的组织，人数也不够多，然后掌握权力呢也没办法掌握权力，所以才会败给袁世凯。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所以因为在情况下，他又退到这个广州去，那变得更小更弱，所以他必须扩大组织，必须强化组织，必须增加人数。在那个时候呢，他刚好又看见这个苏联呢革命成功，推翻了临时政府，然后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然后呢国力慢慢扩大，所以孙中山非常羡慕，他想说，我是不是也能抄袭？所以当时孙中山说，我要想办法改造国民党。他想了办法，就是模仿共产党的方式改造国民党。他真是这样想的，因为当时看见一个这么组织严密，然后又有战斗力政党，他是羡慕的。而苏联摸懂了孙中山的心态之后呢，他来讨好孙中山，所以口头上说，哎，我取消过去不平等条约，然后具体呢，我提供一些援助。孙中山当时真的是没有太多选择，所以有一些接受的援助，所以才出现联俄容共。那中共觉得说联俄容共的容字不好听，因为看他地位比较低，所以中共就扭曲了一个字叫联俄联共，不是的，当时是容共。为什么叫容共呢？讲得很清楚，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不是党对党的结合，是共产党个人身份，共产党对国民党低头，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所以叫联俄容共，大家不要被骗了。联俄容共之后呢，中共进来渗透破坏，搞到黄埔学生呢也分裂，然后侵夺了国民党党权，这是国民党自己的这个窝囊，国民党自己应该检讨。所以中共进到国民党之后呢，篡党夺权，最后呢准备打倒国民党里面的强人，打倒蒋中正。被蒋中正发现恍然大悟之后呢，才开始清党清共。那这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北伐的路程当中。所以北伐在这个打到武汉前后就停顿了一下，然后回头去清共。当时回来呢，在军中就清，所以在当时呢，已经进到共产党那些国民党员就跑出去就跑到江西南昌，所以后来出现南昌暴动，他们叫南昌起义，然后回头在广州又清共，又杀了1万多人，所以国共血仇从这边开始。那共产党就说啊，这个蒋介石配办等等，我只反问一句。如果当时不清共的话，最后会怎么样？中共最后迟早会架空国民党，然后吞掉国民党，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那中共现在讲说啊，我们是被动的，因为你们清共，所以我们才这样子，所以蒋介石背叛革命。那我们把刚才话我们再说一次，中共进了国民党里面，第一，全面的渗透；第二，夺权又架空，夺了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什么等等。第三呢，在国民党内部，在黄埔军校里面挑拨制造分裂，划分国民党为左派、中派、右派，然后统战、拉拢、打击等等，搞到这个天下大乱。最后的结果就准备蚕食，然后架空，这个完全夺权国民党，把国民党整个变成共产党。那国民党发现的时候，他难道不反击吗？所以什么叫蒋介石背叛革命？是中共背叛孙中山呢，还是蒋介石背叛革命？这样一讲，不就清楚了吗？是，我想这个大概可以让大家很清楚啊。每次在谈这部分，我真的觉得这一集，我每一集的单元都有人会留言说，这一集谁该看？这一集应该给这个美国的什么议员看？这一集应该什么看？我觉得这一集当然都是国民党的信众，你要看一下。台湾真的太有趣了，一个从未跟中共交过手的民进党，被中共视为敌寇。
一个过去水火不容、誓死抵抗。我觉得我看到好多老农民还会杀猪拔毛那种刺青。那种，我觉得他就是那早期对反共抗日杀猪拔毛的人，那种信念的人，他现在在看到他那个引以为信念的政党，现在却老师常讲敌火不分的状况，这到底怎么有？这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啊！但时空错乱吧？对啊，时空太错乱了，所以。我觉得一个政党哦，毕竟真的是如果没有价值，我倒喜欢老师刚刚提到的。我觉得过去我们看到黄埔军校能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清楚”。哪有军队出去要解决什么问题不清楚？今天所有的政党，哪怕他不是这个兵戎相见，他今天要竞选代议者，他也应该要清楚自己知道为谁为何而战。我其实有时候很骄傲，谢谢制作团队让我有机会能来主持，然后能接触这么多那么棒的老师。主要原因是说这个节目真是太有趣了。要说光谱，我们真的有海外的，在台湾的也有蓝的，也有绿的。大家为什么在这平台里面的基础上哦，我们反而比起很多节目上面那个同温层那么同温层，我们又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可以简单的讲，我觉得我们就是信奉那个自由民主的那个大架构。如果我们自己都没做好，怎么有脸去跟特别是我觉得对于中共的喊话，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些喊话，告诉你说，其实真的有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已经花了几十年来做一个很好的示范。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支持。那这样也谢谢明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分析，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继续支持我们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谢谢。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